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为什么要学习道家的内容？学习道家，道家是一种学问它是一种哲学东方哲学，称为道家大智慧。学习道家的内容呢，可以使我们获得这个更好的智慧。比如如何去对待我们个人的这种身体的健康，这个心态的这个健康，境界的提升，然后如何更好的与人之间处理关系，更好的跟环境、跟社会、跟自然处理关系，它有很好的这个方法。那几千年来呢，道家的这种思想方法呢，引导我们每一位学习道家的人士呢，能够更好的指导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学习道家呢，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福、健康、快乐。因此呢，道家的文化和思想呢，在过去、今天还是未来，都可以更好的为人们提供一些修身养性、为人处事，这个人与环境和自然、宇宙天地相处的一种方法。所以我们学习道家，可以说道家文化是一种昌盛的文化，谁去学习或实践它，谁就会得到这个更好的结果。反之呢，违背道家的这个思想和方法呢，我们就容易践行错误的行为和方法，就会伤害自身，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人与环境自然的处理，人与天地宇宙的这种关系的处理，往往就会用错误的行为和方式。因此呢，在未来的21世纪里面呢，我们人人都需要这种道家的这个大智慧来指导我们每一位这个学习或生活、工作，这个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人都应该学习这个道家的文化，为我们每个人提供更多的健康和福报。先要了解一个身体的这个力量结构的整合，比如说，你的站在那个地方，你身体的状况是什么？你的力量的了解，如何去对力量的整合和搭建，这是第一个。第二步，要了解你的呼吸的状态，你的气机的这个长短，这个呼吸的这个升降开合过程中，你的气是弱还是强，要了解你的气。第三个，要了解你的心，你的思想是安静的还是浮躁的，还是这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呢，叫修心、练气、用力。因此呢，这三大内容呢，是所有这个初学者需要去学习关注的内容。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去了解一些这个哲学的内容。道家哲学就是天道。为什么天道是想指导你的身体形状？我练个姿势是吧？这个姿势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它有什么这个原理？那如果你知道这个一些道家哲学，那你摆出一个动作，就知道这个动作背后它是有含义的。那你如果没有这种哲学的这种经验呢，你可能一个动作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最后那就你锻炼起来了，就往往思想上就容易被动。
甚至呢，有一定的这个兴趣呢，可以了解一些的医学知识，就是医学就是人体，尤其是中国的这个中医学知识很有必要气功知识。然后呢，力量的这个整合和搭建，比如说横的力量、竖的力量、三角力的力量。初学者从力量搭建要学习了解一横一竖三角力，最后促成你的这个方圆内方外圆的这种状态。要把这个呢作为一个初学入门的去学习内容。在武当武术里面呢，它不是简单的一些招式、套路、动作的运用才叫武术，而这个在武当武术体系里面，它叫内修和外练。内修本身就与精气神有关系，然后当然外练也离不开有内在精气神作为这个动力和支撑。因此呢，武当武术这个之所以称为内家武术，要开始练武术之前呢，就要学习这个内功修炼。那内练精气神呢，内有三宝精气神，外有三宝头手脚，所以先内而后外。因此呢，武当武术的这个正宗的这个传承呢，先要通过站桩、打坐修炼，然后呢，通过内功的修炼有一定基础呢，进而结合吐纳、导引，如八段锦、无形养生功，然后太极拳，最后内修到外练要内体外用，有体有用。因此呢，武当武术的这个训练呢，对精神的增长是有极大的帮助。本身武术的功力的这个提高，也意味着我们的精神得到了增长。所以武当武术它是内修精神，外练筋骨。只要练武当武术，对精神的提高都是有帮助的。按照正确的方法去进行，必然会提振我们的这种精神。我对道家的这个学习呢，有将近30年。前面的这个3年的专业武当武术的学习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武当武术能够使我强身健体，改变了我的身体结构和状态，改变了我的精气神，也改变了我的性格，使我的为人处事也变得越来越和谐，使我的做事的风格呢也变得越来越稳重。因此呢，武当武术的这种学习呢，对我的改变很大。那后来呢，就想弄清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就发现武当武术的背后有一种文化作为支撑，而这个文化呢是道家文化。所以后来才有了专业的去北京这个中国道教学院的这个学习和进修，了解道家的专业知识、道家的哲学、道家的医学、道家的艺术、道家的武学等等，这个学习了这个道家的方方面面的内容，才了解到原来道家有这么好的东西。那武当武术呢，是作为道家这些重要的这个载体。武当武术它是承载道家思想和文化的一种技术，或者说艺术也行，一种技术也行。所以这个叫以武演道，以道显武，武和道呢是不能分离的。所以呢，后来在学习有武当武术呢
的学习，慢慢深入到对道家文化、道家方法、道家这个思想的一种实践。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呢，身心越来越愉悦，个人的幸福感呢，就像这个《道德经》所说的，知足常乐啊，知足不辱而知止不殆。人在学习道的这个过程中呢，发现个人思想的欲望思想上的这种欲望呢，慢慢就会淡化减少，人性呢就容易得到满足，内心就更加容易得到平和，所以人就会变得恬淡，对功名利禄、对世俗的这个浮躁浮华的东西呢，就不会过多的去执着与追求。因此呢，在人性上呢，就变得淡定和从容，个人的幸福感、健康指数个人的幸福满足度就比以前呢就会更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身体的更加健康，内心比较愉悦，然后个人的这个身体素质、精神境界也得到了不断的提升。所以呢，也导致我对道家的文化、思想、方法、哲学不断的学习和探讨，然后去进一步研究。所以先后有2次去北京上学了，也是觉得这个道家对我的这个帮助很大，对我的人生是一种提高。学习道家的这个内容以后呢，对我的个人的这种成长是有帮助的。因此我觉得它是对我的人生是有加持。所以学习道家文化对我来说是利大于弊，而有利而无害。因此呢也导致我呢这个今后呢长期要从事道家文化和武当武术的学习与研究，不断的深入下去。道家呢，它是一个天地自然人生的一些规律方法的一种阐述，而道教呢，是对这个道家的这个规律方法的一种具体的运用和落实，最后形成组织。道教呢，它把道家的一部分内容呢作为这个它的实践，所以道教以道为教。当然，在道教的这个诞生过程中，它还融入了其他的一些学问，比如说一些传统的这个宗法的这个祭祀对天地，古代人们对这个天地人的一种敬畏的一种仪式，一种祭祀的仪式，由早期的歌舞唱歌跳舞来取悦于天地自然的这个神灵，最后形成了一些这个宗教的仪式。而道家呢，它是没有这些这个内容的，因为它是核心是把道家的这个思想文化去引导众生，去按照天地自然的这种天道来指导人们的这种行为，叫人道合一天道。所以道教它是继承了这些方面的内容，它是继承了这个道家的一部分内容。所以现在在道教的庙观里面呢，它有这个做法事有这个仪式，有一些规范的一些这个又形成了道教的法事、道教的音乐，道教的仪范，形成了道教的规戒。它有很多这个这样的。当然在道教的这个当代的这种传承的过程中呢，有很多
道教的操作者没有完全去按照道家的这种精神去操作，所以呢不按照这个道家的这种核心的内容去操作呢，高级人才就不容易产生。然后道教在几千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它是不断的兴了又衰，衰了又兴，而在兴衰的过程中，往往兴旺的时候呢，是把道家的思想、行为和方法落实的最好的时候，有一大批优秀的高级的道士、高级人才诞生，使道教呢能够得到发扬光大。比如道教的创立者，我们张道陵祖师，他把道家的这个思想方法、行为方式落实得很好，所以个人的境界得到了很好的提升，最后也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传承人。24个弟子，优秀的弟子呢，成立了24支，是道教呢在早期由诞生到这个传承发扬光大。那随着道教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有些人慢慢的对道家的一些好的方法理念开始淡忘，开始远疏离，开始忘去根本，因此呢，逐渐走向背离了这个道家的基本精神，形成了奢侈、浮华，就跟世俗的这个社会人一样，去变得越来越俗，因此呢，个人的境界就会受到这个严重的影响。因此呢，高级人才呢就不太容易出现。因此呢，道教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呢，就逐渐的走向衰落。比如在唐宋以后特别是宋朝的末年这种风气呢，有许多道士忘记道教的根本，变得越来越世俗，越来越肤浅，最后呢，受到这个国家统治者、社会大众、信众的极度的厌恶。因此呢，在这个时期呢，道教就走向了衰落。这是因为走向了衰落呢，也使我们有一些在民间有很好修养、有很好修行的一些道家思想方法的传承者、操持者，要重整道风，把道教呢颓废衰败的气象呢扭转过来，然后呢开始重新回归道家的思想，按照正统的道家的方法去操作，那就出现了后来的全真派王重阳祖师。在他的回归道家的过程中呢，也培养了几个优秀的人才，全真七子7大优秀的人才，高级人才，使道教在呈现出新的一次得到了发扬光大，重新扭转道教颓废，越来越世俗、境界越来越低的这种现象，使道教又一次走向了兴旺。所以道教能够发达兴旺，能够人才鼎盛，必然离不开对道家思想方法行为的一个认真的落实。因此呢，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国内外的道教弟子、道教徒严格遵守、继承、挖掘道家的优良传统，落实道家的高级境界的东西，
不断的去挖掘、继承、弘扬，使道教真正意义上成为以道为教以道家的思想方法修行完成度己化人，从而使这个道教呢回归到这个正统的源流上面来，从而成就一批高级的人才，使道教这个越来越能够超凡脱俗越来越能够人才鼎盛。因此呢，道教是这个道家的一个落实者，也是道家的继承者。它的关系呢，如果没有道家就没有道教，所以道家是根，这个道教呢是这个叶有根才会有叶。在武当派呢，学习这个武术，必须要学习道家的文化，那武术呢才能够练得更好。武当武术是在道家的哲学指导下形成的一系列的这个内修外练、体用结合的修身养性、强身健体、防身自卫的一些功能性的技法。所以做一个武术弟子呢，需要了解道家的这个思想、方法和行为。那我们以武术为职业的这些弟子呢，可以不必按这个道士的这种行为方式去要求自己，可以在世俗的社会生活中，按照世俗的这个行为习惯去做一个职业的规划，形成一个武当武术的这个职业工作者。那如果武当武术的这个职业做到一定程度，个人的由武术的这个功能的训练上升到这个对道的这种认识、体认，最后呢形成了这个对道的信仰，自然而然就会有世俗社会的武术工作的从业者呢，慢慢深入到这个道士的修行的这个里面，所以由外练最后逐渐升华为内修，以内修专注这个内功修为的内容。所以要做一个专业的道士，不是形式上的这个出家的道士，而是真正的个人境界，在一个武术教练的这个基础上呢有所提升，最后升华。也就是武当武术要通过筑基完成外壮一骨内脏一筋，到这个内外都强壮，最后把功夫力量都练到这个由无到有，由有到非常这个充实，炉火纯青。功夫也如果进入到炉火纯青的时候呢，就可以完成易水。修大道呢，做一个专业的道士，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这个修道的这个道士呢，要完成武当武术的一骨一筋一水一后，从而很自然而然的呢就会去涉及到大道的内容，就会修炼大道。那修炼大道呢，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进去。还像以前呢，这个过多的这个从事武术职业工作呢，有影响太多的这个
时间，那修炼大道呢就会有影响。所以武术职业工作者做一个武术教练，武术传授者，当武术的这个弟子，十分容易的。有个3、5年，甚至这个10年、20年，持之以恒，容易这个做一个武术职业工作者。但是要作为一个道士，什么是道士呢？就犹如《道德经》所说的“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境界，个人内在的境界呀，要达到这个炉火纯青，深不可视，然后呢才能修炼大道。所以修炼大道呢是相当于困难。尤其是修炼大道呢，就要远离世俗，就要做一个出世，离开世俗社会，远离干扰、影响和这个消耗，要形成这个大修炼，做个大修行、大修炼，这个才能成为一个专业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道士修有道之士。那么，在武术这个境界里面呢，叫炼神还虚，炼虚合道，这个也就是以武入道。所以当武术的弟子通过学习修行，修炼到一定程度境界呢，是可以作为一个专业的道士。那这个道士呢，是真正意义上是有内容，有这个内修，有外练，从学识、境界、思想、文化和认知、体能方方面面呢，都是有升华的。而它不是简单意义上像现在的一些这个出家的这个名义上出家，并没有修行境界的这个有本本的道士呢，叫道士。所以传统意义上真正的道士应该是有境界升华，境界达到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这是我们每一个武术的这个弟子武当弟子追求和向往的一种境界。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武当传人、武当弟子能够加强修行，加强修炼，由武术的境界的不断完善和调高，最终能进入到大道的修行当中去。好。在学习武当武术的过程中我认识到这个一个捷径，武当武术所有的武术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力量的获得，如何能更有效的能获得力量。这个力量呢，称之为内气外力内有这个元气充足呢，外在的力量就会增大。因此呢，这个最有效的方式呢，就练武当武术最有效的方式是如何这个增长自己的内气与外力。那在武当武术中呢，这个无极站桩功它是一个最有效的产生内气与外力的一种方式。所以在武当拳谱里面有说，百练不如一战，万动不如一静，大动不如小动，小动呢不如不动，不动之动才是生生不息之动。那通过这个站桩呢，在不动之中去求得内动，内在元气的发动，从而实现这个内壮，内气充盈呢，外部这个筋骨力量就会增大。所以太极拳谱里面所说的内是精神而外是安逸，外在的你如果外在和内在它是相互依存，如果我们内在的精气神得到了充足，外在的力量会得到增大呢，是这个叫内使精神而外使安逸，外在动作就更加和顺不乖背，
如果内气不充足呢，外面动作就不顺畅，因为有经络气血不足，它的运行呢就不良好。所以让我们通过站桩的这个练习呢，去充实我们的内在精气神，使我们经络气血能够更好的流通运行，然后呢外在的力量呢就会更加顺畅。所以武当武术的核心功夫啊，叫无极站桩功。无极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功法，它是武当武术这个最大的一个功法，它也是从入门到这个结束，都应该以这个无极为最终目标啊，无极为最终目标啊，无极就是大道的实践方法。武当武术叫以武演道啊，所以站桩是这个最能体现这个道家的思想和方法，通过这个人体的形状去展现这个道文化的这个思想内涵的一种形式。所以以法载道啊，以无极站桩的这个方法去演示这个道家的文化。比如说这个站桩要抱球，要形成圆，形成球，圆和球里面有弯弓，有对立，有统一。对立呢就是矛盾的，就是这个两仪，而统一呢就是太极。所以这个无极里面有太极整体，有太极这个开呢就为两仪，两仪就是阴阳。所以站桩能直接解决太极与阴阳的内容。所以这个它也是武当武术最大的一个功法。因此呢，我们作为这个要传承武当正宗的这个武术呢，应该把无极站桩功作为最大的一个功法去修炼。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事少去真正践行道家的这个方法，叫事少功多，直接可以去增加功力啊，增加功力，内动外静啊，外形的这个安静，促使内在的发动，从而使我们的功力能得到这个不断提高。所以叫百练不如一战。站桩是提高功力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呢，我们把站桩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内容。自然呢不是随意。我们提问题的朋友可能觉得这个自然是很随意，是吧？随意的一种状态。其实自然不是随意的状态，自然是合乎天道的一种规则，在天道规则下的一种顺畅，一种这个和谐的一种状态，达到自然的境界呢，是一种很理想的一种状态。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每个人不叫自然，是叫随意。这种随意呢，是没有按照天道法则，没有规矩。那随意呢，就意味着没有规矩。就像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啊，我想歪就歪，想前倾后仰，左歪右斜，没有规矩，这个不叫自然，这是随意。所以这个学习道家的内容，要从随意到自然，是一个由低境界向高境界的一种这个迈进。如果我们一直以随意的方式去指导我们的为人处事、行为习惯、生活方方面面，那我们就会有许多错误。比如说，我们坐没
有正确的姿势，站没有正确的姿势，就不符合人体力气增长的一种方式。比如说话乱说，行动乱做，这个呢，不是这种不是自然，这种是随意。所以呢，我们由随意到自然的过程呢，我们有几个阶段。第一，我们要学习规矩，按照这个道家的这种规矩来指导我们的这种行为习惯。就像那个张三丰祖师所说的“言动视听，一切无妄”。让我们随意的状态下来，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这个对眼睛的使用、对耳朵的使用、对感官的使用，都是随意的。随意就有着乱来的，因此呢，我们的身心每况愈下，身体健康程度每况愈下，精力体力就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够。因此呢，言动视听乱来的话，这个叫随意的话，这践行呢，就不是这个天道的这个形式，践行的是人道的。人道呢是有欲望，带着欲望的就乱来的，不符合天道法则的乱来，称之为随意。这个在道家的方法论里面称之为有为之法，有为之法是错误的。因此呢，我们要改正错误。所以学习道家呢，要修行，先修而后行。修就是改正有为的错误的方法，回归到无为上面来，就是没有错。无为呢，就是没有错误的行为，而这个没有错误的行为呢，是遵循这个大道的这个自然的行为。那遵循大道呢，初级阶段呢，我们每个人要有规矩。所以用规矩，从我们身体结构来，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呢，要方圆，内方外圆，内方外圆，这就在人道和与天道的一个具体反应。所以，如果我们能做到外圆而内方呢，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人就会变得更加的理性和通达。因此呢，做什么事情就容易成功啊！修身、齐家、做事业就容易更加成功，就因为有规矩了。许多言行行为就有规范。因此呢，我们由随意到规范呢，我们用道家的这个方法称之为戒。戒就是规范自己随意的。让我们不能随意，要按照正确的这个指导去做。最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去行动，做一个有修行的人，由随意到有规矩规范，就走上轨道了，走上合乎这个大道的轨道。最后呢，加强修行就会变得越来越顺畅通畅。那这由随意到这个戒的过程中，是一个这个约束。对自我的一种约束力。当我们有条条框框去约束自己的过程中呢，是难受的，或者说是别扭的，是不自在的，不随意的。因此呢，如果人心重、欲望多的人呢，是觉得这个修行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平时随意惯了，突然要给自己上个枷锁。上个条条框框规范起来，就像那个野惯那个小牛，突然把鼻子穿了一个绳子，最后拉上那根绳子，那个牛肯定是不舒服的。这个道理就是由这个随意到规范，由规范到这个长期的这个践行这种规范，最后呢，达到一种通透的一种状态，这个称之为自然。所以道家的自然是一种高深的境界，不是
我们日常提到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叫随意乱来，而不是自然。所以自然是一种高深的境界，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常人都有的一种境界。常人的随意的这种方式不叫自然，那叫乱来。因此呢，我们要把这个观念呢要弄清楚，好吧？有两个观念：第一，修行的方式；第二，世俗的方式。那作为普通人、社会大众或者世俗中人，世俗中人追求的是什么呢？浮华。就像我们有个祖师所说的：“仙道归实，而人道归华。”追求道家的神仙之道呢，应该追求真实、朴素、自然。那追求这个朴素呢，是为了这个求真务实，使我们有更多的注意力、精力呢，去用到我们内在的这个强大上面，而不是追求外在的这种表面。那我们常人呢，有很多这个就是世俗中的常人呢，追求的是虚荣和浮华。这种虚荣和浮华呢，对生命的本质这个往往有极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每餐要吃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住的高楼大厦，开这个出门要开高级轿车，是吧？这个在形式上非常注重形式，那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这种形式呢，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心自己内在的精气神，你内在的人体生命的这种发动机，这个原动力就会受到伤害。所以修行人追求外在的简朴，而追求内在的充实和强大；而世俗之人呢，追求外在的强大，而消耗了内在的这个，使内部的精气神或者你的元气的发动力变得越来越少。因此呢，祖师说这个仙道归实，而人道归华。所以追求世俗的人道的人就会变得过多的去追求人道了，就会变得华而不实，外部的这个浮华，而你内在的空虚，都元气越来越少了，所以叫华而不实啊。因此呢，表面上虚荣和浮华的人呢，表面上是很厉害，实际上呢很糟糕。那在道教的这个思想认为呢，外表淳朴一点，简单一点，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自己内在的强大，使内在精气神能够充实，人体的这个健康生命力就会更加旺盛。因此呢，这个追求人生的这个根本以人为本，一切以人为本。所以《道德经》说：“名与身孰真？这个祸与身孰多？”那在这个学道修道的人的心目中呢，会选择以身体为核心，而不是选择货物的多少，而是不去选择名声有多响。名声的好坏比起身体的重要来讲呢，身体是最重要的，名声无所谓。货物的多少比起身体重要来讲呢，如果有了货物而伤害了身体，那是不值得的。所以修行人就会选择恬淡、简单、朴素的这种方式，而世俗人呢，会选择这个货物，选择名声。因此呢，这个在道家的这个修行理念里面呢，叫做舍本求末，得到了这个外部的东西而失去了根本，因此的不可取。所以道家崇尚
简朴、真实、朴素而自然。世俗人呢，追求虚荣、浮华、简单。一个人最后追求简单朴素的人，加强修行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呢去加强修行，从此内在就会变得境界越来越高。而追求外在的虚荣和浮华的人呢，身就会变得精神凋敝，身体衰败，然后呢，有了光鲜亮丽的外表而失去了内在的核心，因此呢，过的是衰败模式，人身心呢变得越来越衰败，人会变得急功近利，虚荣浮华，失去人生的根本，最后呢，失去天道，伤了人性，因此呢，这个不可取。所以让武当弟子呢，学习道家的思想和方法，要以朴素自然去指导自己的生活，要恬淡自然就像《黄帝内经》里面所说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因此呢，希望我们每一位学习武当武术、道家文化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恬淡的好处。恬淡的好处大于这个虚荣和浮华，因此呢，我们要多追求内在的境界修为，而少去把过多的时间浪费到这个外面上这个失了追求表面而失了根本，这不可取。只要修行都需要努力，没有这个说修行是大丈夫所为这个叫《道德经》说：“自胜者强，胜人者有力。”修行是一个不断战胜自己的一个过程，战胜自己的欲望，战胜自己的懒惰，战胜自己的随意。因此呢，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这个过程。因此呢，我们道家有句指导精神叫自强不息，天道酬勤。所以不通过努力就想获得这个结果，在道家的这个思想和武当武术里面是没有的。这个天上不会掉馅饼。我们的武当弟子必读的一本经典叫《黄庭经》。《黄庭经》里面有句话说：“仙人道士非有神，积精累气是神真。”凡是我们的历史上有名的祖师得道成仙的这个道士，都是每一个都是靠一点一点积累、积功累德，这个潜心下功、积精累气，最后成就了这个高级功夫。因此呢，我们每一位武当武术的践行者，道家这个修行方法内容的这个践行者，按照天道酬勤、自强不息的精神去指导自己，不走捷径，这个不投机取巧，要脚踏实地、求真务实，本着这个脚踏实地的精神、求真务实的精神、积精累气的精神，自强不息，天道酬勤，必然也会有好的结果。也就是道教的这个教义上所说的因果成佛，你种了什么因，会有什么果。你种的是努力这个勤奋的果，因你就会结这个很好的果；你种的是懒惰的因，会得不好的果。因此呢，天道是不会酬懒惰的，天道会酬勤，所以得道就意味着要勤奋想得到必然要勤奋，没有这个走捷径的事情。如果说真有捷径呢，就是按照天道的这个方法法则指导思想去践行自己的修行，会少走弯路，少走这个人道的弯路。所以天之道利而无害，人之道为而不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多去修心养气、练己，
那这样呢，我们就会少走弯路。那就这个呢，加强修行，按照正确的方法途径，这是最大的一个减少走弯路的这个方法，也是一个最好的这个不用这个事多功少的这个。因此呢，我们要善于用道家的方法论，事少功多事情少功效多，去指导自己的修行。所以事少功多并不意味着可以走捷径，这个事少功多的本质上就是少走弯路，按照正确的道路去进行，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走啊。我们历史上呢有很多祖师啊，他们在修行得道以后呢，有很多社会实践，得出了很多好的经验和方法。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有名的祖师张三丰祖师。张三丰祖师呢，他一生践行这个随方设教，就是对待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比如说他在他的弟子里面有武术高手，有这个企业家，有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对神仙大道的这个追求者，有方方面，甚至有江湖术士，一些这个懂风水懂易经的一些这个江湖有名之人士等等。就在他的这个弟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因此呢他是随方设教。那首先是他自己要这个有充分的知识，有自己呢有这个不断的完善提高个人的这种境界和学问。所以张三丰是一个张三丰祖师是一个大家，是一个集各家学问于一身的这种大家，所以他可以称之为达人仙人达人，在世俗社会上会称为达人，通达之人。因此各种人他都这个能够点化。那么有些人呢适合用大道的内容，有些人不适合用大道的内容去教育他。比如说有些人普通人，在他思想概念里面，他对大道根本不认可，不认同这个下士，就是《道德经》所说的下士。你对下士讲道了，他会笑你，因为他压根儿不相信。所以下士闻道，大笑之。当年张三丰祖师是怎么对待这种群体的？如果有人问他这个大道，那他对这些部分人基本上不讲大道，讲什么忠孝仁义，讲如何这个忠于国家，孝于父母，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守规矩的人。那有些境界好、境界高的人，思想境界唯有文化有基础、有信仰、有修行这部分人他就会给他们传译教化一些更好的内容。所以这个叫随方设教。那我们吕洞宾祖师呢，在他的一生呢，他教的弟子也很多，所以他的各种各样的人才他都去接触和教育。所以他没有门派之见，没有这个个人的这种偏见，都是希望有更多人能够享受到道家的这个智慧，道家的好处。因此呢，称为普度众生。普度所以他的普度呢，也导致有句话叫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这个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就说的是这个有些人他不适合你讲的内容，你没必要跟他讲那些内容。所以初级的人你跟他讲初级的内容，中级的人你跟他讲中级的内容。就道家学问呢有3级，叫上士闻道勤而习之，
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孝之。所以，对待道家的思想方法和文化的人呢，不同的态度，最后有不同的这个结果。因此呢，对待不同态度的人呢，你要有不同的对待之法。对上士，你可以多讲一点；对中士，就在这个讲一点；对下士，你根本不用讲。因此呢，对待这个社会大众要有这个随放随机，而不是说所有的人你都一股脑儿的给他讲，那最后浪费你太多时间，就还没效果。因此呢，我们在教育和影响过程，那首先呢，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就像武当派这个有个门规啊，这个其中有十大戒律，其中有一条呢叫戒好为人师。我们要更多的时间呢，应该多去充实自己，提高个人的境界，不断的完善，提高个人的境界。境界呢，在自我的个人不断完善提高以后呢，然后去度化别人，这叫度己，先度己，然后再化人，叫度己化人。因此呢，随着我们个人境界的不断完善和提高，你受度化的对象就会越来越多。因此，武当弟子呢，要以自己不断的完善提高自己的境界为首要的任务，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这个教化众生，这个叫随缘度化，随方设教，一切顺应自然，顺应自然。在没有老师这个口传身授的这个过程中呢，看书籍、看视频，有些书籍、有些视频，如果写得好的，能够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可以这个去有一定的操作性，然后学习实践的人呢，能够这个领会正确的这些思想方法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效果。但是呢，毕竟视频和这个书本呢，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没有这个言传身授的来的更加的这个真切。所以让我们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如果有视频有质量，最好你可以先看一看，是吧？先看书，先看视频，看到一定的时候呢，你肯定就有很多疑问，最后呢，你再找名师或者再找师傅来去这个学习，这样呢，有可能会学得更快一些。最好是结合。如果不没有师傅的指导，光看书、光看这个视频呢，就容易走。我认为传统道家知识呢，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作为一个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古代也好，现在也好，还将来也好，道家的知识永远不过时，因为它讲的是天道。天道的东西，只要这个地球宇宙不毁灭，就会有用。这是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祖先呢，一代又一代的对天地自然宇宙的一种这个规律的总结，它是有好的经验。那我们在今天呢，这环境、人心、这个社会自然，这个越来越偏离的方向，所以需要用道家的对立、统一、和谐的这种思想呢，去把它拨乱反正、规范，把阴阳失去平衡的重新去规范。比如说，人类这个贫富悬殊。贫富悬殊就像我们这个图书室里面有马克思有马克思著作资本论，也有这个共产党宣言，还有这个毛泽东这个著作。这个我们对这些
社会的这个认识也要讲究这个以平衡与和谐。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发展的失去了平衡，一定要这个恢复平衡，高低之间的这种平衡，贫富之间的这种平衡，这个阶级各个阶级社会阶级之间的平衡，如果这种平衡长期的失去平衡，平衡到这个偏离的这种方向，比如说这个无产阶级太多，资产阶级这个太少，人们都没办法过日子了，那这个国家一定这个不好过。那大家的思想，如果能用大家的思想去拨乱反正，把它失去的平衡重新去恢复平衡，那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就会能够持续的发展，健康的运行。我们人身体也是如此，人身体的阴阳之气如果失去平衡呢，我们要去恢复平衡。这个叫阳气不足而阴气有余。那我们就要呢，这个损有余而补不足，所以让我们练五脏五术修行的这个过程是一个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过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要进行损有余而补不足，从而恢复平衡。所以这个善于治理国家、治理这个社会，一定一个好的这个治理者，一定是会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如果说损不足而这个补有余，那这个管理者、统治者一定会遭到这个大多数人的反对，那这个国家呢也会越来越混乱，因为最后导致大多数人不能很好的生活，社会就会乱套。这个是中国世界几千年来，这个我们看研究世界史、研究中国史这个中国历史，这个一代又一代，各个朝代层出不穷的这种例子。所以道家的思想方法就是太极哲学，既对立又统一的这个太极哲学是最终是和谐，回归到和谐上面。很多国家失去和谐，那么失去了和谐，这个国家就会动荡。因此呢，要用拨乱反正的方式去，这个叫颠倒乾坤。所以叫修行呢，一定是转乾坤扭气机，才会增加福报。叫福，这个福报再造造化是可以这个改变。所以违背这个道家的这种阴阳对立统一呢，就会失去和谐。人如果失去了这种和谐，人就会生病。一个社会一个团体失去和谐，这个团体就会乱套，就不能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失去了这种平衡和谐的，这个国家和社会也会乱套，这个天下也如此。所以大家在这个现实的这个生活中呢，能够把错误的、衰败的、不好的情况去把它扭转过来。所以谁践行这种思想，我们有识之士，有些国家的领导者有些智者能够运用这种思想去这个治理国家，这个国家也会得到繁荣昌盛。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呢，除过汉唐盛世，汉朝和唐朝是这个中华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这个时代。他们用了道家这个思想方法这个叫休养生息，这个把颓败的这个颓废的这个情况呢，很快的就会恢复生机。因此呢，这个道家思想在今天可以为我们个体、为人类、为这个世界呢，可以做出重要的贡献。
有的说科学尽头是神学，科学的尽头是神学。那么在道家呢，其实道家的这个学问里非常讲究科学，比如说人体科学，自然科学，比如中国这个早期的这个能代表东方文明的4大发明，一个是火药火药是我们一个祖师孙思邈祖师在研究这个医药的这个丹药的过程中，丹炉爆炸了，最后发现了火药，这就是四大发明呢其中一个火药，这个是道家的人士发明。第二个，这个印刷术，印刷术呢早期呢与我们道教的一个祖师呢，叫这个三官手书的这个印，这个盖了个印，但它这个最后流传也有这个关系，就是这个这个印刷术。第三个呢，指南针，我们道士要看风水啊，看方向，这个去了解地球的这个磁场，是吧？你找一个修炼的地方，看这个磁场好坏，南极还是北极，是吧？坐北，我们修行的人要坐北向南，与天地自然这个要沟通，这个早期的罗盘就是指南针的。然后我们现在要打坐，是吧？我们要找一个坐北向南的位置，首先要定方向，这也是这个中国的4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当然那个造纸术呢，这是这个中国的这个4大发明，而4大发明有3个都有道家有关系，所以道家呢，它是从古到今有许多自然科学的，比如说医学，这个10道9医啊，从历史上呢，像那个唐弘景、葛洪、孙思邈，这个包括我们张三丰祖师、吕洞宾祖师、钟立权祖师，这些都是医药大家，他们对人体研究的很精通，对植物，对这个药材，对植物，对动物，对天地自然都研究得很精通。所以道家的学问呢，是这个自然科比较最接近这个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科学。道家的这个内容它本身是一种科学，只是说它把它这个科学发展到有这个高度呢，尤其是这个人体科学这种高度是这个现在西方的这个用现在的科学它无法解释的，它没有发展到这个高度，尤其是内丹学内丹学现在在这个西方的这个科学这个体系里面它是没有的。因此呢，中国的道家的内丹学它是远远超越这个西方的科学体系下的这种人体科学的这种研究。因此呢，这个科学道学我觉得它是不冲突的，它应该都是一样的内容，只是说就是它更重视实践，尤其是这个道家的内丹外丹呢，内丹修炼外丹修炼，它其实就是一个科学实践的过程，把人体当成一个实践机器，这个实验的容器，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的去这个实验这种人体科学，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以关注这个以人为本的这个人本主义的这种科学的，人人都应该去关注的科学，所以人人都应该要去修炼这个内丹学。其实我有10年左右在欧洲很多国家教过学，美国也去过了，东南亚也都去教过学。因此呢，在教学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没有东西方的这个差异的说法。西方人和东方人，我觉得都是人，
只要是人呢，都会追求幸福、健康和快乐，都希望更好的活着，活出这个质量，活出水平，活出这个一个高度。这是所有人的共性。因此呢，我在国内的学生和国外的学生，我觉得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因此呢，我们对待国内的学生和国外的学生是一视同仁的，没有什么区别的对待。我觉得是，因为这也是这个在道家这个思想里面叫众生平等呐，众生只要是人，都是以元气这个为依托，所以不论是中国人、外国人，还是这个什么民族，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渠道呢，既要想学习这些内容，比如说，现在呢，在道家，首先呢，学习武当武术啊，它有道家哲学、中医学和这个力学，气功知识、兵法知识等等。那这些知识呢，通过一些书籍，如果比如一些大的语言，肯定是有翻译的。比如说这个，西语是吧？西班牙语，法语、英语、这个德语，等等这个其他一些大的一些这个语种，肯定都会有一些人对中国的一些书籍进行翻译成本国的这种语言。那我们第一个可以在本国里面去找到有些这方面的途径呢，视频啊、资料啦。那如果不懂中文呢，你可以先从这些渠道。那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像专业的这个继承者，那就要去慢慢的从中文的基础学习，逐渐的深入，逐渐的深入。我在法国教学的时候遇到一个法国的学生，他把中文学到了这个博士，他用中文写那个论文，本科、研究生、博士论文全是用中文写的，一个法国人。那因为他学的是中医，学中医呢，那么他下的功夫就大，但他必须要了解这个很专业的中文，才能了解中国古代的这个一些医学的这种经验。那我们学习道家的，学习武当武术也是这样，你要有专业的这个汉语知识，包括我们，你也得要有学习古代的语言学，把古文要能够要弄懂，然后你才能够去在学习古代的典籍过程中，才能理解他们讲的是什么，来指导我们自身的这种学习和锻炼。因此，这个会先从国内了解自己有效的途径去了解，第二步学习简单的中文，第三步就可以深入。当然，你没有花那么大的精力和代价的人呢，那你就可以找翻译了。分为两类，一类呢是这个在家弟子，一类是出家弟子。在家弟子呢就会按照世俗的这个生活方式去做，出家弟子呢就按照这个道教的这个教义和规范去做。这个呢里面内容就很多，就不展开。那我们在日常行为中呢，有武当派弟子有10戒，门规10戒，有道家有5戒，这个戒杀盗邪淫。那这个初级阶段呢，以这2个戒律去指导自己就可以了。到一定时候呢，在这个继续深入，那就会呢走上轨道。我觉得这个拜师仪式也很重要。通过拜师仪式，它是一种心灵的皈依，也是一种对文化的传统的那种认同，同时这个也是对个人的一种加持。我觉得这个仪式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呢还没有统一的去做一些这个弟子入门的这种仪式。那我们现在基地有了，随着我们基地的越来越成熟呢，将来我们也会做这个仪式。
这种呢，就是容易混淆视听，或者说最后呢，这个把真正的真传的东西呢，不太容易去介绍给西方大众。最好还是要把这个武当的内容呢，要好好研究，最后成熟，能够先说服自己，然后再去说服别人。往往呢，有些人呢，他可能善于做市场，善于做营销，也善于做表演，能够吸引很多人，但是他并没有，这部分人呢，也会这个最后去从事这方面的内容。那么一个一个传播下去呢，就形成了一些负面的或者不好的一种现象。那我建议呢，就是学习武当派的内容呢，要按照这个武当派的这种真传的这种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去按照核心的这种去继承，然后再弘扬的，这样呢，既不误己又不误人，最后呢，也是能够说服自己，最后也能说服别人，又给自己能带来更多的好处，能跟别人也带来更多的好处，这样呢，就会真正意义上能够继承和弘扬，使武术也好，道家这个内容也好，能够发扬光大，能够为更多人提供这个福报和帮助。所以坚持正统要努力啊，要努力。这个此消彼长啊，如果不努力，然后呢不坚持正统的人呢，反而这个投机取巧更容易得到社会大众的这种认可呢，那说明这个坚持正统的人工作没有做到位，需要去努力，需要这个天道酬勤，真正意义上要去要善于修行，善于奉献，善于度己化人，去发扬光大，然后呢做出这个有效的工作，这是我的建议。我选择离开道观，然后从事这个教学，是经过深思熟虑。一是学习武当派的内容，运用武当派的内容，为更多人提供帮助。也就是我们武当弟子的责任呢，传承、弘扬、发扬光大。因为我们在如果住在庙观里面，它有很多不能按照这种传统的方式去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呢，有些不方便，因为在庙观是一个有各派各类人一起混居的一个地方，因此呢，不能按照个人的这种理想和信念去做，不能很好的发展个人的理想和信念，而这种理想和信念呢，是也是需要更多的有志之士去实践，使武当派呢能够发扬光大，让更多的百姓呢能够从中受益。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现在新建了一个地方，计划10年，10年之中啊，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什么？是10年之内再教学10年，10年以后我可能就会退居隐修，去追求大道的内容。所以在我前面已经工作了10年，再工作10年，20年，对社会呢培养了一批徒弟，
这个也对这个国家、对社会、对这种文化、对这种传承也算是这个做了贡献。那做完贡献呢，就会关注自身的个人的这种大的修炼。因此呢，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呢，也是前面学习，中间运用，后面通过学习运用以后，逐渐的升华，最后境界真正意义上最后能实现这个修行大道超凡脱俗，这个完全出世。这是有个过程，因为我每个人的追求不同，这个个人的机遇不同，因此呢，我是结合自身的这种学习追求和这种机遇呢，来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因为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们就不做格外的建议。那这种操作来讲呢，对我来说，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应，比较更适合。如果当然有其他选择，也不是不行，也是可以。但我觉得我现在这种选择是上武当山学习的一个最适合我自身的选择。好。除了平时的练习之外，在休闲的时间呢，我的兴趣爱好其实挺广泛的。比如音乐我喜欢这个吹箫啊，吹笛子，也会陶冶性情，这个锻炼一些音乐练练字啊，书法。这个有时候也会下象棋、围棋，这个这些兴趣。甚至这个研究些的这个中医药在这个休闲时间也会养花，这个花草，这个中医药的这个知识也会，其实我兴趣挺广泛的。在琼台的这个10年呢，其实，在前面那几年呢，也有多次应邀到国外去教学，也有大部分，也教了很多这个欧洲的学生，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瑞典、瑞士都有一些徒弟，他们在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那么也有些这个弟子呢邀请我到国外去，我给自己的有做一个5年计划，希望5年之内呢，以在国内的这个教学为主，同时呢，也要开始深入的研究中医文化，内修的就是内丹外丹的这种研究。所以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这个外国徒弟或一些学生，学习呢，可以到我们这个武当山，我们呢现在有个这个10年呢，有个新馆，这个新馆可以容纳，我们的计划是容纳100人左右，这个在这个地方可以练功。外面的这个场地我们通过今年的这个修整，基本上就能够容纳100个学生100个左右的学生在这个地方练功，修行。同时呢，我们会下步研究这个健康饮食文化，中草药，这个中医药的这个研究学习，甚至我们会邀请一些专业的这个外面有这方面专业的这个知识或技能的一些中医老师来这个教学，也会邀请一些这个我们国内一些有名的这个一些相关的这个专家，这个到这个地方经常来居住修行。这个有了基地呢，我们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同时呢，也希望这个我们国外的这个徒弟如果来这儿学习
要本着求真务实，真正的这个追求真功夫，这个脚踏实地，认真修行，那么来这个地方呢，就会学有所得，学有所成。内丹外药，内修外练，内功拳法，我们都会这个要同步进行。同时呢，我们也会一视同仁，对待国内国外的我们学生一样，是希望更多的人呢，把这个道家的思想文化、武当的这种修道养德、习文练武的这种传统，这个传承发扬下去。可以了。谢谢老师，这本是太辛苦了。没事，一个小时。这个传统可能打坐也挺好。是啊，对。